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雨，楚河我自知己。谈命运，指尖众生如雨，黄沙淘尽。 剑无知，举中指，算如意，步步陷中意，纵使真天气，一命破残局。举中计，冷落雨，缓缓虚实境，天地作棋。 铁鹰手下有一支精锐，最善暗战，夜袭乌阳关，火烧盘营口，屠戮青石寨，倒是从未失过手。这支队伍我有所耳闻，他们出手之时，必是月黑风高之夜，所过之处鸡犬不留。这么看来的话，我们恐怕胜算不高啊。 但也不低。这支队伍之所以擅长夜袭，是因为这些士兵听力过人，所以才在黑夜中如入无人之境。也不是没有破局之法。如果利用竹林提前布置陷阱，趁其不备困住他们，再从暗处弓箭伏击，这样或许可多出2分生机。哨声是仓木寨的暗号。 你可以用它让寨子里的人帮你布置陷阱，行动时用这个和他们沟通。多谢。铁鹰交给我。雕虫小技。阿九这手，杀人时稳，
上药却斗得恋爱，我没有护好你，不必在意。我很在意。以前是军令，可现在是职责。那以后呢？以后再说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护你周全。铁英退走，你爹那里安全？多谢婶子。劳您这般照顾，为了护我，苍木寨折了不少兄弟。这等大恩，楚昭无以为报。苍木斋尽一下护你周全，自当说到做到。铁英虽退，但萧南郡势必会增派兵马。你们尽早离开吧。且慢，这是我阿爹给我的玉佩，待此番事了，我回到楚都，苍木寨可凭此玉佩向我讨封。好。真是块好玉。来，先把药喝了。再来个这个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他看你的眼神有些古怪？他没恶意，但确实古怪。铁英应该已经逃回萧南郡了，萧巡的人应该还会再来，此地确实不宜久留。不错，我们尽快离开。寨主，经此一战，我们折了3个兄弟，还有7人重伤，回了东面3处陷阱，需要重新布置。先将兄弟们好好安置吧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走。要准备走了？嗯。辞行的话就不用说了，歉也已经道过了。还有个问题我想问清楚。当年我阿爹剿匪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我不信，我要听真话。这寨子里处处都是我阿爹的手笔，我不信只是一个剿匪误会这么简单。若真是误会，木棉红为何不解释，反倒任由他逼他跳下悬崖？若你们不肯说，我找我阿爹问清楚也是一样。你了解你阿爹吗？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阿爹，他是大楚战神，是无所不能的边郡英雄，人人都敬仰他，崇拜他。也包括你在内吗？你喜欢这样的阿爹吗？不喜欢。为何？
因为他是别人的英雄，是云中百姓的英雄，是大楚的英雄。但我想要的，他是一个寻常的父亲，会给我雕木头娃娃，会陪我看烟火，会给我梳漂亮的辫子，同我度过每一个生命中重要的时刻。但好像这些都没有。那你娘呢？我娘，我娘应该很好吧？我阿爹说，她是世上最完美的女子，满腹诗书，琴棋书画皆是一绝。可惜我见不到了。我娘去世的早，自我懂事起，就已经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记忆。有时我想，我娘要是在就好了，她一定会在我阿爹数落我的时候替我出头，会给我梳好看的发髻，会在所有人都嘲笑我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，依然视我如珍宝，处处都护着我。但好遗憾，我娘不在。有的时候我会埋怨我自己，为什么不能从出生那一刻就记住所有事情，这样我就能知道我娘长什么模样。我爹虽然说爱我阿娘，但整个将军府19年来都没有出现过一张关于他的画像。那你想象中，你阿娘长什么样啊？我阿爹说她是楚都贵女，她一定是个眉如远黛，眸若秋水，肌肤胜雪的女子。丫头，无论你娘长什么样，你阿爹爱你，胜过自己的性命，这件事从未改变过。韩昭，你那么聪明，怎会不知你的父亲愿意为了你那一封亲笔信放下戒心？没错，这就够了。你娘也一样。属下无能，没能完成任务，实则恕罪。我们的人马呢？草木寨地形诡谲，竹林中机关密布，我们的人马这算过半。但属下已摸清他们的布防，请准属下带兵再攻。楚昭不会蠢到站在那儿等死，他急着返回云中郡，断不会在草木寨久留。草木寨去往云中郡，必经王城。既然草木寨是块硬骨头，那我们便到前面去等他。草木寨据守草木林要道，若被楚家收入麾下，那楚林就更难对付了。
铁爷，传信说梦，就说我想跟他们大王再做一笔买卖。恭喜陛下又赢了一局。你说，阿昭姐姐会不会有事啊？陛下别担心，长公主走之前，奴婢卜了一卦，长公主此行啊，定是遇难成祥。陛下，三舅舅，你这么晚来，是不是姐姐和舅舅出了什么事？你燕来舅舅武功很高，会照顾你阿昭姐姐的，不要担心。只是这楚灵将军擅自斩杀朔漠使者，恐引来祸端，而且他旧疾复发，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那日朝堂上，太傅说过，若楚将军出事，朔漠会起战事，所以边郡需要早做准备。正是如此。这云中郡20万边军，关乎我大楚命脉。若朔漠趁虚来犯，阿宇，你敢不敢一战？孤必然要迎战的。大楚从不惧于战。好，那三舅舅再问你一件事：如若楚灵身死，这20万边军该交给谁来统帅？燕来舅舅，他武功很厉害。那陛下就先准备好诏书，也好早做打算。陛下且慢。谢大人真是急性子呀。陛下，兵者，国之大事，当朝议，而非谢大人私下怂恿。太傅，是想贻误边关战机。太傅掌印，未得臣用玺，此诏无效。调兵需3省共议，您这任人唯亲的性子，该改改了。萧巡传信，楚灵病势沉重，大楚朝堂已乱。他想请我3000朔漠精兵绕行萧南郡，直取望城，与萧南军合围云中郡，而后共分大楚。他倒是比谁都着急，这些年的稚子时光，愣没磨出点耐心来。楚灵啊，楚灵！咱们俩缠斗足足20年，你舍命相守的大楚，早就被蛀空了。朝臣倾轧，连质子都还勾引外敌破国门了。如今也该是收起云中郡的时候了。可萧南郡山道险隘，粮草辎重难以通行啊。望城在云中郡的后方，守备不过尔，轻骑简从，连夜奔袭，快速攻下，不成问题。去，告诉萧巡，本王在望城等他。儿啊，此事还需三思。朔漠王他狼子野心，与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处处试探，
为父始终没有答应与他合作，就是怕多生事端。你能保证朔魔人进了萧南，事事能够尽在掌握？如果没有万全之策，不妨再等等。儿子明白父亲的不幸，只是有些事情不是忍耐就可以解决的。儿子不想再重蹈覆辙。武林病重，眼下是最好的时机，借朔漠的道，济我们萧南的气。恢复明白了，既然你已经想好了，那就去做吧。多谢父王成全。不如还是我派几个弟兄送你们一程吧。苍木寨因我卷入风波，无辜死伤众多。这份情，楚昭记下了。诸位倾囊相助，有何所求，直说无妨。嗨，我们有啥可图你的？望长公主顺利回到楚都啊！到时候别忘了兄弟们，随便给点赏赐就行。一定。那块玉，烦请替我保管好。当然。苍木领往望城虽距离不远，但难保不会有萧南郡的死士追击。这山下每隔半日，就有望城士兵巡哨，你们要多加小心。多谢婶子提醒，我们自有办法。那就好。保重。这调动的名册，是你下发的吧？谢大人，这文书是哪里来的？按理来说，此诏令此时此刻已经离开楚都了。拦截朝廷诏令，可是大罪啊！就是我拦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，我不同意，他就发不出去。谢大人，这是自恃身份了，本官不能将你问罪吗？太傅当然能，可我劝你不要这样做。咱俩两败俱伤，大楚危矣。你既然知道，怎么不劝劝你自己呢？你谢艳芳不怕大楚危矣，我邓毅就怕。许你半夜去找陛下循循善诱，我就不能为陛下分忧了？太傅自然是不怕的，像您这般分忧，何尝不是越俎代庖？没有陛下裁定，竟敢自己下发诏令，莫非这大楚的皇位，你也想分忧，替陛下做一做？谢大人真是高看本官了，这些事情陛下皆已知晓。倒是你，真当楚灵杀了一支朔漠军队，这天下就能太平？一旦楚灵仓促而亡，云中郡兵马混乱，那才是大楚危矣。别人不知道，你我都知道，云中郡陷入混乱，萧南王会怎么样？萧南王会怎么样？太傅不该最清楚吗？当日不是你一力主张萧巡回萧南郡，质子归朝，当想到有这一日。谢艳芳，你不过是一个执行诏令的令尹，轮不到你在这智慧军务，你这才是越俎代庖。
长公主令在此，本官代长公主行使否决权。葛大婶说，望城每日这个时候会派兵巡山，果然不假。所以，你说的制胜奇招究竟是什么？自投罗网。你是想故意被这些巡山的士兵给抓住，趁机去望城？所以还请谢统领，待会儿记得手下留情。你们是谁？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居然是他！此人上一世曾在阿爹麾下做先锋营，但现在的他看起来好像还只是望城守军里的一个小卒。梁强，你怎知我名字？谢大人既然不允许我调派新将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不过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是你的人罢了。那谢大人认为，阻止得了我，就能安插你的人手了？太傅不信我，我也不信太傅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楚灵，相信楚灵临死之前会安排好一切，不会有混乱，不会让朔漠贼趁虚而入。大楚危则危我们自身，楚灵也是一样。大楚危，他女儿身为长公主，也是死路一条。楚灵是不会让自己女儿陷入危险之中的。好，既然不能调动将官到云中郡，但谢大人，你家私养的那些兵马，也不要踏足云中郡。令尊牵扯三皇子案的卷宗，我读过。你究竟是谁？三皇子伏诛，旧部尽数被贬黜，梁家自此没落。梁公子沦为巡山小卒，难道就甘心在这荒郊野岭了此一生？你究竟是谁？来帮你的人。我们不过是从苍木寨逃出来的山匪。梁公子在此巡逻，路遇山匪，将我们押回去。可是大功一件，我们不过是想弃暗投明，梁公子莫要多心。你只需权衡一下，这功劳，你要还是不要？到了望城，你们若敢耍花样，我随时取你们性命。公子既肯收下这份功劳，我们自然守规矩。谢大人，你家那位九弟，打算把长公主拐到哪里去啊？他们两个受罚的受罚，养病的养病，何来拐带一说？那本官提醒你一句：挟天子可以令诸侯，可这挟长公主啊，只能令一个楚灵。而且得不偿失，你应该很清楚。那太傅也应该清楚，楚昭不能死，他必须得活着。只有他活着，朝堂才不会再起谋逆之乱，你我这盘棋才能继续下去，不是？如此，就希望你家那位九弟能不负众望，保住长公主的性命啊！这是自然。不过太傅有句话说错了，不是我家九弟拐了长公主，而是长公主拐走了我家九弟。
看来太傅的胆子也是大呀，亲赐的棺材也敢挪。长公主身居高位都能走，此物有何不能？好厉害！我也来，我也来。哎呀，齐娘子、阿唐娘子，哎，真是坏了我的好心情。你们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怎么了？是因为我们没有给楚唐娘子行礼吗？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，这样阴阳怪气的，做给谁看呢？好啊。那我也想问问阿唐娘子，你知道你叔父魏将军楚灵没有守护好边郡，百姓都会遭殃的吗？我知道，大家口不择言，是对民众、国事担心，这样很好。我们闺中女娘们就应该多多关注国家大事，这样方才能知道世道艰辛，民生疾苦。但是，很多事不能只看表象，管中窥豹，自以为是。什么口不择言？我们说的都是事实。什么是事实？眼见才为实。你是亲眼见到我叔父防守失误，朔漠人占到便宜吗？你还想狡辩？你们知道云中郡有多大吗？你们知道一场战事有多少将官吗？你们知道朔漠横亘在大楚的商道上有多少朔漠人，在我们往来运输的道路上吗？只要朝廷查明了罪责，会定我叔父有罪无罪。只是现在，你们谁都不能空口定罪。战事一起，瞬时万变，错综复杂，皇帝的命令也不一定要听。而且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云中郡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怎么能人云亦云呢？走，走啊！阿唐，我……对不住。楚小姐看起来兴致倒是不错。楚家如今风雨飘摇，还能喝得下茶去。你要是想来看笑话，里边请，说书先生那儿更热闹。阿唐，怎可如此对太傅无礼啊？太傅想看戏，我便介绍他去戏园子，怎就无礼了？难不成我们姓楚的这就给定了罪，一句话都说不得吗？当然说的。阿唐娘子直言不讳，令人钦佩。即便你叔父真的不幸获罪，还有一个长公主为你撑腰啊。太傅说的在理，告辞。阿唐，等等我。完了，我这方才都说了些什么呀？对呀，后怕了吧？你刚才不还挺威风的吗？行了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我那方才，就是在气头上，我哪还记得自己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呀？这眼下回过神来，我魂儿都快吓掉了。不过事已至此，我说便说了，谁又能拿我怎么样？阿唐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以前从不与人争执，更别提为了楚将军跟楚昭。叔父啊，叔父，你可千万别被获罪啊！我的阿昭，你可快点回来吧。你这伤都还没好全，就敢这般折腾？我有分寸。此人真的可信吗？梁强就算官职再小，那也是正经官兵。萧巡的私兵不会主动招惹和查看，这样我们就顺利躲过了萧巡的眼线。而且现在还能坐马车啊，
虽然没有软垫高枕，但至少不用自己跋山涉水啊，多好，一举两得。让他们俩下来。这像是往城里运稻草的车。车上的稻草捆绑松散，一般捆绑松散的马车，重载不会超过300-500斤。可这车辙却深于半指，至少得有800斤。车上还有别的东西。看这车辙的痕迹，今日进城的车不会少于10辆。有人如此大费周章，想对望城下手。望城是边陲重镇，倘若望城失守了，那云中郡便会被朔漠前后夹击。是萧巡派人乔装入城，可是不管是藏人还是藏武器，那守城士兵怎会不查？边关军令第10条，凡是持有军需令牌者，所运的物资一律免检。以萧巡的身份，弄几块这样的令牌，易如反掌。随我进城，你们先回去。跟上。世子，朔漠军3000精锐已过了新谷关，到达距离望城不足100里的沙朗坳。让他们扮作商队，拿着潼关文牒走官道，沿途切勿怠慢。是。等他们攻下望城，我们再出兵。姐，不好了，姐！报信的兄弟说，萧南郡方向西北官道有3000精骑扮成了商队，向望城方向去了。从萧南郡而来，望城是云中郡后方命门，一旦失守，萧巡不出半日便能截断粮道。到时候云中郡守军腹背受敌，粮草断绝，朔望边军可就成了笼中困兽。坏了，那2个孩子暗角城，恐怕也已经到望城。禀将军，末将在苍木林擒获2名苍木寨山匪。山匪一贯作恶多端，即刻问斩。将军斩我2人易如反掌，却不知朔漠铁骑破城之时，将军的刀可还能这般利落？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居然在这儿妖言惑众！若我们真是山匪，何必自投罗网？今日进城，发现有人掩饰身份入城，运草车队车辙印深于半指，分明是藏了武器。你现在应该不是想怎么斩我，而是应该立刻派人关城门，搜查城内，加强守备。住手！区草寇竟敢在这里妄谈军务，煽动百姓，乱我军心！本官现在就砍了你们头，挂在城墙上以儆效尤！上！好一个智胜奇招，没死在萧巡的刀下，却要死在自己人的刀下了。你说错了，我的自己人从始至终都只有你。反了！速速将这2人拿下，就地正法！谁敢！魏将军麾下副将钟长荣特迎长公主尊驾。
丫头，丫头。丫头，丫头，几年不见，不认识钟叔了？钟叔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啊？你狗官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楚将军女儿当朝长公主。你刚才说要把谁就地正法来着？下官有眼无珠，求殿下开恩。末将眼拙，冒犯了长公主殿下，还望殿下恕罪。不知者无罪。当务之急是关城门，做好守卫，查明混入城中的朔漠人和武器。末将誓死守城。赵大人，你的乌纱帽先系你头上。若望城城破，他会和你的人头一起落地。下官誓与望城共成王。赶紧滚下去吧，下去办事。钟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嗨，你阿爹担心你，非要我出来接你回云中郡，都赶到一半了，这小子来信了，说你们快到望城了，害我白跑了2、300里，急急忙忙往回赶呐。比我想象中的来得慢一些。老钟，你这腿脚该好好练练了。哼，没大没小的，说什么呢？哦，这我发现，有朔漠军3000从北面而来，已经在望城50里内。断肠苦枝残烧，衔泥沼，平遥生云霄。摘下傲骨血肉成鞘，星火在风息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功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度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，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只见冲破天崩地倒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恐把你照照。星火在风息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功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度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，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只见冲破天荒地倒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
在方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雨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雨，黄沙淘尽，旧梦醒，迢迢剑影如织。举中举，散如云，步步现出泥。总是真剑气，与命破残局。举中举，冷落雨，缓缓虚实境。天地作棋，红尘的过去。落在如心，无白起，让我尽小说里放回之情。他们早有准备，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报！报！苏某明北门陈兵1500，东西南3处城门各陈兵500。哎呦，不多，这还不多啊？望城屯兵只有500，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禁军呢？仗还没打，说什么丧气话？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？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，你们防备如此疏忽啊！800也打不过3000，放屁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，你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祭旗？3000兵马入境，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？除了萧巡，还能有谁？这是打开自家后院，引狼入室。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，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，就有机会护送长公主出去。对呀，阿昭，你此刻走，午门断后，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。不能走。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，更不能让萧巡的计谋得逞。望城在云中郡后方，若是朔漠打下望城，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，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，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，萧巡再趁乱夺围。所以，望城不能丢，我也不能走。你没事吧？葛大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？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位是苍木寨的葛寨主，这位是葛大婶。苍木寨，山匪。对。我们从东门闯进来，那边约莫有500朔漠人。葛大婶，你来的正好。你如果需要，吩咐便是。我们先回府衙议事。你跟那丫头只字未提。葛大婶，苍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，楚昭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先前对抗萧南追兵，已是连累大家。如今望城危急，竟又要拖累你们。话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，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。敌军当前，谈什么拖累？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。记着。长公主说的没错，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和部分武器，已经全数缴获。赵大人，布防图。
朔漠兵取到萧南郡，而萧南郡山路崎岖，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，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。对，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，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，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，在前后夹击云中郡。若是萧巡此刻带萧南郡的人马增兵朔漠，我们应当如何？以我对萧巡的了解，他既要借朔漠这把刀，必然要等刀见血才肯现身。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，这3000借到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，所以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。朔漠3000，对我们800，他们还是更占优势。望城城防物资有限，要如何取胜？我阿爹说过，历来打仗并非比谁的兵多，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。长公主讲得好，你可有什么谋划呀？阿九，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？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，乃是朔漠人的水源；只有望城西侧乃是朔漠人的粮草，而且只有明哨。赵大人，水路上游可有支脉、隘口等水脉地势？你要断掉他们水源？城外5里处有条水道，每到旱季便会干涸。如果引水倒是可行，只是我们现在无法派遣民夫前往。这个交给我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别忘了，我们可用鼓哨联络城外仓木寨的伙伴，让他们在水道处连夜行动。那就劳烦葛大神安排。你刚说西门有暗道？暗道通往此处，只不过是先帝年间修的，早已废弃了。阿九，你方才说粮草在西侧，对吧？不错。那即便是废弃暗道，也能为我所用。赵大人，传令下去，全城百姓闭户，严禁与城外来往。是。另外，将守城物资和粮草全部调往城南。北门敌军最多，你反倒把城防物资往南门堆啊？调虎离山。不错。这城门都封闭了，你拿什么传递信息引朔漠人攻打南门呢？朔漠3000兵马围城，必定料定城内人心浮动。若此时有人携城防图投诚，你们说他们会不会信？那急于破城，当然如饿狼炖肉。我在贪生怕死之态，我骗不过朔漠人，我去。你一个斥候，凭什么取信于敌？我凭何取信敌军？长公主应该很清楚。大帅，
可让东西两门率先发起进攻，而后我等率领主力一举攻破北门。报，在望城南门抓到一个奸细。将军，我特来献望城布防图。城内共500守军，皆装备陈旧，疏于训练。望城城外东侧水源已被切断，1日内便会完全干涸。城内粮草皆屯于南城，此时南城守卫最少，我们若从南门进攻，可迅速拿下望城。你一个叛军之将，为何要帮助我们？我梁氏全族皆因宫变，无辜惨遭流放，大楚皆视我为草芥，我又何必为他守节？那你所求何物啊？若顺利攻破望城，我愿助将军攻打云中郡，取楚灵儿代之。调虎离山，你们是想引我们去南门呐？啊，诡计多端，当杀！主帅，是我来报，望城粮草都运往南门集结。带下去。传令，东西驻军各调一半去南门，速速从南门破城。是。主帅，粮草起火，大楚烧了我们的粮仓。什么？中计了！中计了！重点是天亮，今晚必须焚城夺粮。是。将士们，与我同步朔漠打营。
苏木退兵了，此战歼敌2000，我军折损300，宗将军已率兵回城。好，太好了。谢燕来呢？还没有消息。我答应过你，会活着回来。望城大捷，长公主大破数目贼寇。望城大捷，长公主大破数目贼寇。望城大捷，长公主大破数目贼寇。阿唐娘子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长公主怎么突然去边关啊？这件事在我心中憋了很久，今日也是终于能说了。你们可知，当满楚都都在骂我叔父主将不力、未战不前的时候，长公主在做什么吗？在做什么？在做什么？她早已千里奔袭，直取望城，大破朔漠军。破朔漠军，这就是我处事，救国护民，不惧骂名艰险。我们不说，我们只做。不行，这次必须说。从前有人骂楚将军，你们都忍了。如今长公主立下如此大功，岂能再默默无闻？阿唐，开楚元宴，下帖子，让满楚都的人都来夸长公主殿下。也让某些爱背后嚼舌根的人好好看看长公主殿下到底是何等人物。我这就回去让我爹写贺表。你什么情况啊？写贺表啊？写贺表是啊，快走。我的长公主，你不争虚名，但该你的荣耀，一分都少不了。陛下，
今早有800里加急，报长公主解望城之困，交朔漠兵大捷。长公主称病不出，竟是擅离宫禁，还在边郡打仗，这简直荒唐！太傅与谢大人是辅臣，竟纵容至此，理应如何？诸位可别忘了，陛下就是长公主亲自御马杀敌救下的。但长公主私自调兵，视朝廷法度为何物？你身为监国，难道就这般纵容？纵容？本官倒是要问问诸位了，当初是谁在朝堂之上口口声声痛斥边关守将无能？又是谁日日上书要求增派援军？如今长公主解边郡之困，诸位反倒不乐意了。荒谬！大楚几时要靠女人带兵打仗的？如果大楚真的到了这种地步，臣等虽然老迈，也敢赴死一战。陛下刚刚登基，就是长公主亲手杀贼护甲，那自然也能亲赴边关守疆土。诸位大臣若是有心为国，大可以现在就出发赶赴边关，我与太傅绝不阻拦。你，诸位大人莫要生气，只是个建议罢了。诸位爱卿。望城大捷，阿昭立了首功，这回定要在太傅大人面前扬眉吐气。话又说回来，上次我对他无礼，难保他心中不会记恨。阿昭说，此人虽奸猾，却十分孝顺，对他母亲示好，是拉拢他的最佳途径。阿唐娘子有何贵干？莫不是听闻长公主打了胜仗，要找本官炫耀一番？哪能呢？我是听闻老夫人近日咳嗽，我特地带来了川贝。我是听阿昭说的。可是楚家娘子来了。娘，儿，慢点。来，上次你托人送来的小米，我让人熬了粥，加上腌制的酱菜。真是家乡的味道。老夫人，我是知道，楚昭。哎，娘，楚家娘子3番5次的来送礼，你怎么连杯茶都不请呢？娘，这是楚唐，不是楚昭。老夫人，我是阿昭的姐姐，我叫楚唐。今日啊，特地来拜访您的。送老夫人回房喝药，快去。娘。我们回房喝药。好，楚家娘子都好，
我是良机。好，好，娘子下次来玩啊！楚家娘子都好，都好。老夫人，怕是有什么误会吧？我娘时不时会有些糊涂，抱歉。礼物既已送到，便不再叨扰太傅，告辞。阿昭，他又坏了我的计划。四战过后，朔漠王那边战死2500余人，剩余残兵想要通过萧南郡返回朔漠。既然他们战败，那些朔漠残兵就不要回去了。世子的意思是，杀光所有残余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朝廷不是要查吗？那便让他们查个死无对证。若朔漠王知道是我们的人下的手，死人不会告密，溃兵也未必能活着逃回朔漠。就算有漏网之鱼，谁又能证明是我们动的手呢？是。阿昭啊，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，那就别怪我对你再不留情面了。公子，长公主派人将望尘大捷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回楚都，看起来他所图甚大呀。其实这些都是事实，丝毫没有夸大。确实是他带兵击溃了朔漠军，解救了望城百姓，如此大功，也该路不非己。这样也可以安抚民心，让国朝稳定。如果是个男儿，这样做自然没错；如果是个将官，哪怕是楚灵，这样做自然也没错。但他楚昭是个女儿身，而且现如今已经当了长公主。难道安坐在皇城，做一个贤良淑德的长公主，对她来说还不够吗？还要御驾亲征杀敌大功，她与陛下一起登基，她与陛下一起上朝堂，时时刻刻都要站在朝官的面前。现如今她还要站在天下人面前，我看她根本就不安于现状，她这就是要喧宾夺主，她这样做就是在欺负我们家阿玉年纪小。这有什么好急恼的？他拼死守护的是阿宇的江山。他名义上也得叫我一声舅舅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是吗？如果九弟说的对，他确实很聪明，比我想象的还聪明。此次守卫望城，出城800人，但只回来500人。但望城数万的百姓却活了下来。这300牺牲的将士家里，有等着父亲归家的孩童，有望着儿子归家的老母，还有盼着丈夫回来的妻子。可他们再也回不来了。老头跟我说过，征战
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。我以前也一心求死，是老头告诉了我让我活下去的意义。活着的人会有更好的明天，但他们会继承那些牺牲的战士，这就是他们牺牲的意义。他们的牺牲是战争的错，是这乱世的错，但不是你的错。阿昭，光天化日，怎么还动私刑？他们是在草菅人命。阿昭啊，听话啊！或许你不知道，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朝阳终会带走黑夜，而你拯救了我。当你离开以后，我一直循着你的方向去找你。当时我想，若是我活不了，要能死在你在的地方，也不错。原来那个少年就是你。是我。阿昭，是你亲手把我从地狱里活生生的给拽出来，是你让我有了活下去的意义。你不是总问我，为何我老说我欠你吗？就是原因。风霜万里踏过，人耕作古道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所以，从今以后，我这条命只归你。也不向身边低头求饶，总是有空渺渺，我自桀骜。浮游鱼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需路遥，流云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今次战功已报，罪臣之名已为你斡旋，不日必有封赏。城外如何？回长公主，残兵已肃清，缴获说没军徒3府。望城一战，
你功不可没。钟将军已调我入先锋营，末将感激。魏家村，这标记是何意？末将不知，但朔漠斥候既有此标记，想来这村子应该有些作用。这名字似乎在哪儿听过。这就要走啊？我又不是官兵，帮忙守城，没这闲工夫。倒是你，不好那丫头。那自然，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。他还好吗？活着。他若死了，差人通知我。您要走了吗？这次多亏了有您相助，我还想请您和我们同回云中郡。不了，离开寨子太久了，该回去了。若你再有需要，随时送信到苍梧寨。现在上面命令还没下来，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答应。哎，要我说呀，咱们这次主要也得看报纸。是消息传来。是，你说望城此阵，这3000数墨兵到底从何而来？能寄希望于是让我们想到了主阵。难道是大主编这么没信心吗？还是去找公主？季节神不如凡，难道是变成如今这样？怎么可能绕过去？报！将军，望城大捷，长公主率军击退朔漠先锋，斩敌1000余。不愧是将军的女儿，快将军报呈上来。将军，长公主这一仗打得漂亮，就该恭迎长公主了。咱们楚家女儿真是好样的。就是。将军，长公主亲临文中郡，是振奋军心的好事。末将现在就去点旗仪仗。没错。不必。这次回云中郡的不是长公主，是我的女儿阿昭。末将愿率亲骑接阿昭娘子回云中。云中郡的路他比你们熟，你们都回去休整吧，别耽搁了大事。下去吧。是。
亲眼看一看。阿昭。断肠苦事残烧，嫌你招，偏要生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心火在缝隙间熬，眼中咆哮，把恨一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梦渺渺，我自煎熬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刀，无趣如药，留一生于不草，也要燃烧，只见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万世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。纷纷扰扰，人间惊空，伴你悄悄。心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火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梦渺渺，我自煎熬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刀，无趣路遥，我用生于浮躁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